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一马气化厂爆炸事故。昨天晚上17点23天的时间，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遏制事故。截至当晚的21点，这又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事故。安全防线层层失守，安全责任积极悬空，隐患长时间拖而不改，导致15条生命瞬时凋零，16名工友身负重伤，周边群众175人受伤，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019年7月19日17时43分，位于河南省三门峡一马市的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 C 套空分装置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5人死亡，16人重伤。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波及周边5平方公里范围，导致玻璃划伤、重物砸伤等175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8170万元。事故经过及直接原因：2019年6月26日，一马气化厂发现该厂 C 套空分装置冷箱压力增大，存在泄漏现象，并不断加大。在启用备用 A 套空分装置2次失败的情况下，为保障生产 ，C 套空分装置带病运行长达23天。7月19日17时43分。C 套空分装置开始喷砂，并发生闪爆，导致冷箱倒塌，砸裂东侧500立方米液氧储槽及停放在旁边的液氧槽车油箱，大量液氧迅速外泄到周边区域，引发现场可燃物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抢险处置，全力搜救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教训。事故调查报告显示，三门峡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是一起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重生产、轻安全、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经验主义引发的人祸，是一起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是一起企业安全发展理念不牢、红线意识淡薄、重生产轻安全引发的典型事故。尽管一马气化厂是国家安全标准化1级企业，也保持着连续多年安全生产零死亡的记录，但是企业负责人没有真正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安全生产百位不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 C 套空分装置发生泄漏危机安全时，为保障连续生产，冒险决定让隐患设备长时间带病运行。这是一起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不落实引发的典型事故。企业主体责任是安全生产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事发企业相关负责人不担责、不履责、不尽责，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敢于拍板，最终集体沦陷。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在下属洛阳永隆能化有限公司2018年128较大中毒事故后，依然不吸取教训。省煤气集团主要负责人在得知事故隐患危及生产时，甚至还在外地心地坦然地参加会议。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同样存在监管责任落实不力、对企业监管指导不到位的问题。这是一起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发的典型事故。面对重大事故隐患，事发企业负责人不是考虑如何立即处置消除，而是不停地开会研究，层层上报审批，总想把问题推给上面，留给后面。在发现隐患后，长达23天时间内，企业开了大大小小10余次会议，却一直议而不决。
为了规避责任，省煤气集团有关负责人在得知隐患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还依然要求一马气化厂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河南能源集团报批停车手续。文件7月16日送达省煤气集团公司，而7月19日事故发生当天，省煤气集团公司才以正式文件向河南能源集团报告。一边是命悬一线、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一边是公文履行、纸上谈兵、繁文缛节。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事故隐患一拖再拖，由小拖大，由大拖炸。这是一起严重经验主义错误引发的典型事故。空分装置安全系数较高，一般只会发生物理爆炸，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因此，企业负责人凭经验主义决策指挥，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但是这一次，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叠加，使小问题变成了惊天一炸。现场调查发现，事发时 C 套空分装置分流塔及冷箱板恰巧砸到东侧500立方米液氧储槽，导致大量液氧外泄。而此时一辆液氧运输槽车又恰巧停在液氧储槽外灌装液氧，车辆头部和油箱被砸了个正着，造成柴油和发动机油泄漏，引发第一次爆炸。第一次爆炸作为激发能，又引爆现场处于负氧环境中的填料、筛板、板式换热器等铝制材料。在0.4秒后发生第二次更大能量的爆炸，液氧运输槽车的罐体也被当场炸飞，向东南抛出，落到了电仪楼拐角处。罐内液氧泄漏，引发电仪楼大面积过火，造成多人死亡，使事故进一步扩大。残酷的事实再次证明，安全生产来不得丝毫的麻痹和大意。那种靠经验主义办事、心存侥幸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必须始终绷紧神经，有险必防，有患必除，才能万无一失，否则就会一失万无。这是一起规章制度不落实、设备管理不到位引发的典型事故。空分装置泄漏属于重大隐患。根据河南能源化工企业系统检修管理规定，必须进行计划外检修，但一马气化厂违反操作规程，实际采用常规停车检修审批程序，逐级上报审批，导致设备长时间带病运行。这次事故中，备用的 A 套空分装置2次启用失败，也再次暴露出一马气化厂在执行操作规程和设备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2019年5月23日，一马气化厂对 A 套空分装置进行检修。按照气化厂设备检修规定，检修后的设备必须进行72小时性能考核后，方可认为是备用状态。但一马气化厂在维修之后未按规定进行性能考核，在随后的定期巡检中也没有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开机测试，导致 A 套空分备而无用，成了摆设。调查还发现，一马气化厂净化分厂114台特种设备已过检验期，处于监控运行状态。这是一起执行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规定不到位引发的典型事故。根据《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73号第13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治理；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制定治理方案，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一马气化厂也规定，必须严格落实隐患整改制度，对重大隐患要如实上报。但在长达23天时间内，气化厂不仅没有及时消除隐患，也一直没有作为重大隐患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甚至相互约定遮蔽掩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爆炸前10天，一马气化厂因为泄漏、气味难闻被群众举报，
2名相关人员被依法刑拘，但依然没有引起一马气化厂有关负责人高度重视，加强排查，消除隐患，而是听之任之，我行我素。事故责任追究。事故调查认定，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92条规定，对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主要负责人予以处罚。建议省应急管理厅依法吊销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安全生产许可证。建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吊销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全国工业品生产许可证。根据事故调查结果，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一马气化厂党委书记、厂长郭某某，一马气化厂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厂长宋某某，一马气化厂副厂长林某，一马气化厂净化分厂厂长刘某某，一马气化厂净化分厂副厂长袁某，一马气化厂净化分厂副厂长朱某6名责任人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批准执行逮捕。经报请省委省政府同意，决定给予30名责任人员党纪政务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健康环保监察局局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健康环保监察局副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有关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留党察看1年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净化分厂党支部书记、设备副厂长留党察看1年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1名副厂长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生产部部长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厂长助理、机动部部长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安环部临时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一马气化厂生产部副部长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给予三门峡市时任分管副市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一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管理科科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管理所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一马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一马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三门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安全生产科科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一马市工业和科技局分管副局长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一马市工业和科技局企业指导科安全监管科科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三门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分管负责人和一马市工业和科技局局长诫面谈话。生命重于泰山，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719爆炸事故深刻警示我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必须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红线意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落实安全责任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所在。719爆炸事故深刻警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3管3必须重要要求，必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都必须把安全生产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丝毫不能动摇，一刻不能放松。坚持关口前移，全面排查防范重大风险隐患。719爆炸事故深刻警示我们，宁防10次空，不放1次松，必须从源头上管控风险，消除隐患，防止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事故发生。要建立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加强安全生产全过程管理。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3年行动，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切实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要深入开展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前移风险防范关口，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我省实施意见，扎实推进危化品3年专项整治、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检查、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和达标认定、危化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回头看、化工建设项目进园区、危化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监管系统建设等重点工作，精准管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自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保驾护航。